从这个习胖开始搞政治局学习这个区块链，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是吧？习胖在政治局会议中已经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要对区块链进行加速，对吧？我们甚至看到了中国经济界的人士在研究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来进行国家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中国股市3000多家企业，一夜之间冒出了500家涉及到区块链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数字货币、虚拟货币，而不是加密数字货币。那么，数字化发行货币或者叫虚拟货币，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无纸化。那么加密数字货币其实不是这样发行的，它是去中心化的，不会由国家主权基金、央行或者任何一家大的公司来发行。其实加密数字币和普通我们看到的虚拟经济中出现的数字币、虚拟货币有本质上的分别。很多人忽视它，然后把它当作共军的一种宣传，自然而然的，因为反感这个政权，所以不拿他们说的当回事。但是央行发行这个数字货币其实是有可能的，这个无纸化不是针对老百姓，或者说它第一目标不是针对你，长远的目标是针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科技非常的先进，大家都认为刷脸是吧，刷卡，出门不用带现金，因为不带现金，所以你就不太会被抢劫，你的安全会得到保障，由政府、由发行数据、发行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一方来担保你的安全。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是吧？其实你想一下，90年代有一些新闻是关于指纹锁的，就是用指纹来开车。那一个车别人偷过去了不能用，对吧？没有你的指纹，车子根本就启动不了。很多人认为它非常非常先进。我知道有很多高端的运动品牌，甚至是名牌车，都采用这个方式。但是随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惨剧，在治安不是那么好的地方，有些人车子被抢了，不是被偷，因为偷没有用，对吧？没有你的指纹开不了，是被抢。抢完以后呢，把你的手指剁下来，用你的手指去开车。那么你丢掉的不仅仅是车，其实还有你的手指，你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所以呢，通过你的这个血案，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人都不会去买指纹锁的汽车。那数字币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你今天看到的是方便，是便利，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强权的体制下，什么时候你能变成一个不再对这个安全显示为，对这个政权显示为安全的人，是吧？即便你混到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上，政法界混到了沙皇的位置上，有用吗？所以今后的中国发行数字货币，它的目的是为了监控每一个人，从你所有的购买清单里，它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事儿，甚至通过大数据能够对你的未来做出一些预测。那么加密数字币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是吧？它首先不是由国家来发行的，也不是由公司来发行的，它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它的币值波动呢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对的，认为这个加密数字货币对市场的冲击很大。其实它最终冲击的是所有国家的
主权货币，包括美元啊，不仅仅是冲击人民币，它不稳定，对吧？因为它不稳定，它受市场干预的这个波动，震荡幅度过大，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主流的加密数字货币都没有真正进入收藏家的视线，还仅仅是在玩家手中啊，不断的炒出一波一波的高峰。它的好处是天生的，它是跨地域的，它可以在所有的国家中实现。数字是很难留下正常追属的这种痕迹的。如果你有足够高的技巧，你完全可以掩没掉自己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不法的交易中也掺杂的加密数字货币。那最多的我们知道的是洗钱，对吧？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通过加密数字货币的买卖，那么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规避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区块链技术、加密数字货币技术，都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支持。中国是那种在金融领域内，包括虚拟经济的创新领域，没学会走就要跑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在非常推崇接连的在推崇这个区块链技术。其实区块链技术也好，这个现在的数字科技发展也好，它有一点是会给他们带来相对比较好的一面，或者说更加严密的监控的一面。但是这些监控是要大量的技术来支撑的，不是说你从国外的公司挖几个人，你就能完全的领会人家这个技术整个通行的过程。即便是中国在跟西方的一些主流的公司进行了合作，进行了联合研发，甚至挖取了人家所有本土化的中国团队的骨干，也不会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支撑起自己的区块链发展。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芯片制造起步太晚。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一套系统是真正成熟的。中国在追赶，是吧？从28纳米追赶到14纳米，挖了很多人过来，据说技术很先进的，但是这个世界在前进，对不对？我们今天用的手机，就2019年制成的芯片，其实跟2018年是一样的。最新款的手机都是苹果的，都是 i12、i13， 用的都是7纳米的技术。但是他们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下一代的技术。明年，苹果的 i14 芯片用的就是5纳米的技术。那么这个追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谓的高端，它在不断的淘汰，摩尔定律将越来越快。当人们认为中国有足够的时间追赶，来完成技术上的升级，进行国内更加严密的监控，用区块链技术，用加密的数字技术，来严格的监管每一个公民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他根本做不到。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很多人是不信的，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中国的今后一定会是一个科技大国，所以他们本能的认为现在我们就拥有了这种自信，拥有了一代人，甚至可能是2代人正在孜孜以求的科技上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相当困难，最好大家不要抱这种期盼，因为即便科技上出现突破，时间也会很漫长，而且即便它突破了，在目前的体制下，他们只能为这个政权服务，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自由的空间，不会，甚至都不会让你有更多的喘息空间。我们今天所期盼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政治。
希望中国能够混同于其他国家，能够走一条对个人自由相对比较宽松的这种道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它一直是一个集权的时代，甚至2000年的帝制到现在还留有痕迹。说今天的中国活在帝制的阴影中，这句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挣钱的方式，与这个政权密切相关的这种结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中国社会中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人们总会知道一点：人是有惰性的，这个惰性会带领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即便今后的中国不会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共产党离开政治舞台以后，中国也不会一蹴而就的进入民主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推翻制度的独裁？至于今后的事儿，我们知道它都会比现在好。而且所有共军现在用来主下全国人民的所谓的监控，其实更多的你能看到的是来自于人肉监控，靠这些小脚侦缉队，靠这些一到大型的这个政治会议啊、重大的节日、重大的活动，你满世界都能看到的这些领着政府补贴的这些所谓的义务人员，由他们来提供给政府一双双监控民众的眼睛。其实我们受到的所有伤害，都来自于民众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口口相传的用来主下人们的这些悲惨的案例。真正由政府实行监控的可能是不大的。别说今后玩区块链、玩加密数字货币，或者说仅仅是发行数字货币，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一切，它只有一个非黑即白，你是支持这个政权还是反对这个政权？哪怕仅仅是有一些抵触，不那么赞赏它，你今后也可能会受到打击。当你有一天被贴上不安全的标签的时候，你即便有了高昂的数字货币的存款，你认为你还能够动用它吗？它将比今天的控制更加的严厉。所以呢，发行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中国最大的可能是永远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因为你能发行的只有3000多个县市，再往下呢，你很难流通。中国人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受教育程度那么高，太过于先进的东西，其实在中国玩不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宣传都是一种主下，它只是在告诉你，未来我有更先进的科技，你不许乱说乱动。说到底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专门研究这个区块链、加密数字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研究这些明确的区别的时候，我总有一种科幻感。我认为我活在一个科幻世界中。其实在中国真正需要研究它的是坐在书房里写历史的这些人。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充满了荒诞和黑色幽默。尽管我们不愿意相信，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睁开眼睛，甚至要睁大眼睛来面对它。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谁也逃脱不了。好了，谢谢大家，再见。